Tony 幫你做功課 ，Labubu 爆紅背後的暴力地圖，揭秘盲盒賭場與 IP 印鈔術，別讓他賺走你的錢。哦，你最近是不是也發現一堆人在買 Labubu？哦，現在有比較退燒一點啦，之前是真的很瘋，而且也不是小朋友哦，一堆都是成年人哦。這個小小的玩偶什麼魔力，到底為什麼會一夕爆紅，全球瘋搶？那你大概以為它就是一個流行文化哦，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精密的商業行為。今天我就帶你來看看 Labubu 背後的暴力邏輯。嗨，我是電商 Tony 陳哦。你覺得商業世界就真的很複雜嗎？歡迎收看 Tony 幫你做功課，不講大道理，只帶你邊看熱鬧也看看門道，順便讓你感覺好像學到一點點有用的東西。那我們就開始吧。上一集我們講了 AI 裁員潮來了，那這次我們來講為什麼 Labubu 風靡全球哦。這次我們來講一篇天下雜誌的新聞，標題我念一下。Jerry Kate 泡泡瑪特絨毛玩具為何熱賣？專家 Z 世代延後長大哦。那內容是這樣，就是你現在走在路上會發現很多人包包上掛的不是什麼名牌飾品哦，而是一隻那個呲牙咧嘴的娃娃哦，它長這樣，就是有一堆啦，然後長得都一樣啊，就衣服不一樣而已。然後我就想說，這不是我們幼稚園小時候的時候才會幹的事情嗎？怎麼現在很多人會就20-30歲哦，30-40歲出門也是這樣戴？然後現在還有進化版，你看像這個怕那個娃娃被弄髒，還要買一個那個房子給他住呢，透明的房子給他住呢。這個我們自己手機殼都用那個很便宜的，結果這個娃娃特別住一個透明的房子就很誇張。那你是不是想說這個台灣才會發生這種事情？沒有，全世界都一樣歐美國家一樣，中國也一樣，而且都買得很兇哦。你看我劃線的地方，18歲到34歲這群 Z 世代，有 76% 的人有為自己買過玩具，而且美國的成年人購買玩具的銷售額是年增 18%。你不要想歪哦，成人用品會被歸類在其他地方反正就是真的純粹的玩具。也就是說，美國的成人也在爆買玩具大家都一樣大家都是人。那問題來了，為什麼偏偏是 Labubu 呢？這種看起來像小朋友在玩的東西，來全世界給紅成這樣。那這篇文章給出的解釋是，這就很典型的彼得潘的效應這個叫什麼？小飛俠還是小精靈？是不是彼得潘你明明已經成年了，卻難以適應長大，跟必須要承擔責任的心理現象。講白話就是長不大的小孩這樣啦聽起來好像這個人很廢，但是這篇文章有做進一步的解釋，說法是這樣，就是現在的社群媒體跟職場環境對年輕人造成的焦慮跟壓力是真的很大。比方說我動不動就是世界末日，不是才剛過去一個嗎？你還有印象嗎？2025年7月說會有日本南海海潮大地震，對不對？我所瞎掰的未來，結果也沒事啊這個都會造成年輕人的焦慮那講個題外話你知道下一個世界末日什麼時候嗎？又來了很快真的很快2027迎來了什麼審判日，而且這是什麼16世紀的法國預言家諾查丹馬斯說的，這什麼老高啊，然後一大堆什麼自說自話的總裁什麼的，大家都有講嘛，對不對他說2027你不覺得說這個好像世界末日是怎樣？這隔一陣子就要出來打個卡這樣。好，那我們繼續除了末日預言以外，還有實打實的生活壓力、戰爭威脅，像是以阿衝突俄烏戰爭突然就爆發了，然後媒體每天都在轟炸這類的恐怖訊息，再加上通膨不斷侵蝕購買力就變成說很多 Z 世代的人想法就變了，他的想法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啦，明天我就上戰場了，這樣反正不知道世界什麼時候會毀滅。然後再看看現在的通膨就是說反正我也買不起房子所以我就花錢來買自己的開心，買一隻 Labubu 來玩至少我現在就很快樂及時的享受快樂，小確幸這種小確幸的背後是那種集體躺平的思維嘛，很多嘛，就我在另一個頻道也是這樣講，年輕人看到台北市的房價根本是絕望就怎麼樣雙 B 你們覺得路上賓士超級多，等個紅燈賓士 BMW 一大堆，開車具一樣。你想說哇，台灣經濟那麼好，沒有就不想努力了那就來買這個。他當然也知道買房子會增值，就不要嘛，就買不起嘛，就不想背房貸嘛，及時的快樂就好了那種及時的回饋也成為現代人的一種心靈的避風港。
再來你要知道泡泡瑪特為什麼能夠賺大錢。在講為什麼能賺大錢之前，我們先講一下它到底賺的有多兇哦。你看我畫線的地方就好。2025年上半年的毛利從64%成長到70.3%，這個毛利要70%耶，很誇張耶。然後僅用半年的時間就完成去年全年的業績。這個到底怎麼做到的？我整理了以下3個原因。這個是中國發明的哦，這不是歐美傳進來，是中國發明的哦。好，來第一個價值的幻覺，就這類玩具的生產成本很低啊，但是透過 IP 授權跟設計師的光環，能夠把定價輕鬆拉到成本的10倍甚至50倍。第二，合法的賭博。泡泡瑪特它最厲害的是操控稀缺性，利用盲盒的不確定性來刺激你大腦去分泌多巴胺。當你抽到隱藏款的時候，除了那個開心以外那是一種炒作你可以賣錢轉賣可能會讓你賺10幾倍那就會產生一種那就來開這個抽到就是賺到。除了開盲盒以外，它也會透過很多限時限量的快閃店的活動，制造出一種限量的稀缺感，來不斷推升消費者對產品的追求慾望。那這種稀缺性還造就了熱絡的二級市場二級市場你看這邊的標題就好。泡泡瑪特再造神話，迷你拉布布1分鐘銷量過100萬，隱藏款炒貴14倍，就是一樣的娃娃，只是它是隱藏款那你在二級市場可以溢價14，就是私下交易不是官方開發票的那種所以它已經不是單純的療癒玩具，而是變成一個你看炒作的商品。我沒有建議你去炒作因為我在寫稿的當下泡泡瑪特剛好股價重挫，也出現了二級市場暴跌的新聞接下來會怎樣我也不知道。來，第三，成為社交貨幣。拉布布不僅是玩具，也是一種社交貨幣。例如說 Lisa 都在買呢，很誇張呢，掛給大家看呢。你不買，那你跟朋友聊天沒有話題這就是一種社交啦也形成一種強大的排他性。就我們都有拉布布是一國的，我們有共同的話題，這樣讓快樂就變成一張需要付費然後才能掛在身上的一種識別。最後你要知道，這是一座捨不得逃跑的精緻監獄泡泡瑪特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說他把娃娃做得多可愛，做工有多精良多厲害，而是把快樂這件事情把它做成商品變成一個流程海量來販賣。你想說你在買玩具嘛，對不對？其實就買玩具當下就很快樂，還可以抽盲盒一抽到我靠我發了之類。還記得我們之前講的嗎？包包上掛一隻拉布布，還要再套一層保護套的畫面嘛怕刮怕髒，然後有些拉布布還會增值所以你把它保護起来，到時候髒的時候有損它的價格如果你也想要這樣子做，那你可能就要想一下因為人不會对一個普通商品有這種感情我們沒有這種文化我們有愛物惜物沒錯，但我們不是像日本那種有所謂的附上神，反正就是說物品使用久了以後那個會成精用我們的講法叫成精他們就是有這個文化，所以有什麼雨傘神嘛，對不對？然後目擊神嘛，一大堆有的沒的，其實是鬼啦，然後他們就說是神之類的，那個文化不一樣我們人不會對普通商品產生感情，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嘛就是心理上的原因就对你来說，這個拉布布就变成你的一部分，變成一個你的識別。哇 Lisa 有我也有就這樣。所以接下來就無限 loop 就好啦限量盲盒快閃聯名明星同款，就這樣讓你在各個場景你都會看到它。反正一打開 IG 一打開吹，你只要有查過之後都是拉布布就這樣。這個什麼大家都有我沒有 OK 好，那你就被圈起來了。這就是我說是什麼精緻監獄的邏輯，大家都有我沒有不是把你關起來而是這個監獄根本沒有圍牆，它是把你照顧到讓你不想走就是這樣。而且你要買這個精緻的快樂很簡單你就花錢就買到了非常的愉快，那個門檻非常的低，你就去買嘛它就是這樣大行其道。最後我們來講，我們還逃得掉嗎講了那麼多，我不是說你不要買，因為我有很多朋友都在買，真的。然後本來我就看覺得是什麼醜怪物什麼的，看久也是蠻可愛就是這樣。我要提醒你的是，你下次在買盲盒的時候，你可以想一下你到底是因為喜歡拉布布，還是說你就是要來炒作這個商品如果炒作這個商品可能會受傷
如果今天他跟你說限量，其實沒有限量。這在法拉利身上都什麼限量全球只有499台，大家一個車主聚會一個對賬哦，應該不止，它價值就崩了。如果今天沒有限量，沒有明星加持，沒有人在網絡上一直曬圖的話，你還會想要擁有它嗎？就是你是不是真心喜歡啊？如果你真心喜歡，你就買啊，支持啊，這沒問題啊。如果你就是看大家都有，我也要有的話，這不是很奇怪嗎？我最近聽到一個，就是朋友間聊天吶，然後一個比較年長的前輩，他說他遇到一個問題，他就說什麼女兒好不容易哦，他這樣子還貸款哦，還房子拿去貸款，然後送女兒去法國念書，帥吧？就是舉家支持就對了啊。然後這個女兒跟他講什麼？跟他說：“爸爸，我要坐商務艙，因為我的同學都坐商務艙。林老師，你是這個老爸，你聽起來怎麼樣？我這已經差點要賣腎了，你跟我說你要坐商務艙，你到底是因為這樣子大家都有，我也要有的心態，還是說就是真的很喜歡他？就想清楚就好了。反正花的是你的錢，又不是我的錢哦。你要是買了，真的能夠很獲得那個純粹的快樂，去啊，有什麼問題？這 CP 值很高欸。如果你就是想要炒作，想要幹嘛的話，還是要多看多聽多研究。中國很猛哦，中國還有各個款式的市場價值的 K 線圖，他們就很卷就對了，連這個的炒作也被弄成 K 線，像股票一樣在炒哦。如果你有買的話，歡迎底下留言哦。YouTube 是不能貼截圖，不然就來貼哦。我也想知道說為什麼這個會有人喜歡，會有這麼瘋狂的受眾。好了，今天先分享到這邊，給你做個參考。你有其他想法的話，也歡迎底下留言討論，我是都會看。那如果你還想要看到我分享更多商業世界背後的一些邏輯啊、結構的話，我也開了 YouTube 的頻道會員，歡迎你的加入，就直接刷信用卡用錢支持我，讓我可以投入更多錢去做功課，幫你把那些複雜的商業套路拆解清楚哦。這個盲盒Labubu 是一回事，然後它的行銷手段又是另一回事。盲盒這個要學起來，看人家這樣子操盤盲盒這真的要學起來。當然，我們現在自創品牌，我們出盲盒誰理你啊？福袋都賣不出去，都滯銷，我都覺得裡面開出來都爛貨。盲盒就不一樣，對不對？人家就是有辦法營造出那種炒作的氛圍稀缺性，這個才是我們要借鑑，我們電商從業人員我們要去學習的地方。盲盒這是二姐。講八卦講八卦，這八卦很多，Labubu的八卦真的太多，因為他除了創造很多神話之外，也意外的創造了非常多的八卦。Lisa Blackpink 的 Lisa 到底是業配還是真愛嘞？因為 Lisa 就有嘛，就掛着嘛，然後 Lisa 就等下就說泡泡瑪特一定是花天文數字請 Lisa 去業配，但是圈內傳出來的說法是說，他就自己喜歡小女生嘛，就看人家有，然後喜歡，然後買來，真的是就自己來掛。泡泡瑪特看到以後，就反應非常的快，馬上寄去整套最新的產品過去。那等於是怎樣？等於是用幾千塊錢的公關品，就換到了你看這個曝光，這個廣告效果，全球等級耶。如果他要做這種廣告，他要花好幾億耶，對不對？這種反應速度才是厲害之處。這個還不錯，對不對？如果可以學起來，就是如果有一天莫名其妙你的產品就被明星用了，還是怎麼樣立刻看怎麼樣去支持他，請他多多曝光還是什麼，不要把它談成正常的商業，你一談又是天價了啊！人家今天你也沒業配給他，他還用你的東西就是一種認可了，然後看怎麼行銷包裝，然後再來是剛剛不是有講盲盒隱藏款是一種賺錢的手段嘛，對不對？有此一說，就是說隱藏款通常怎麼樣？通常它的重量不一樣，我想想也可以。就比方說隱藏款它多了一個什麼配件之類，所以盒子重量不一樣。重量不一樣，我們就可以怎樣？我們去買盲盒的時候，電子秤真的有去電子秤一盒一盒測重量，把那個不一樣的挑出來買。說盲盒這個隱藏款通常都會重量比較重，然後為了對付這些人，泡泡瑪特現在怎麼樣？現在會在盒子裡面偷偷加入配重塊，像是小的鉛塊或是厚紙板，讓你稱起來每一盒其實都差不多，不然會很影響這個銷售嘛。這個比較重的或是重量特別輕或特別重都被人家挑出來，你剩下的是我也不想買就是這樣。我看到人家帶着電子秤，然後在那邊稱，稱完以後他拿他要的去結賬，剩下我也不想要，好不好？那個感覺好的都被他挑走了，就這樣。還有這種事情配重塊
然後還有一個八卦，這是在外網啊，就是美國那邊TikTok 跟 Reddit 上有一個很紅的恐怖傳聞，就說拉布布其實是一種邪教的東西拉布布的設計靈感是來自古代的惡魔帕祖祖帕祖祖。這個惡魔是怎麼樣這個惡魔就是我先講這個惡魔好了。這個惡魔超級古老古老到什麼程度？古老到那個美索不達米亞，現在伊拉克一帶的神話生物它是風之惡魔，什麼邪神罕比的，我也不知道。西方的神話這個我就比較不熟。它距今3000年前亞述文明這個都以前念歷史課本才會看到，亞述跟巴比倫文明的時代就有的惡魔然後反正它就是說，它代表着波斯灣吹來的西南風會帶來大規模的旱災或蝗災，就是不好的神就對了，邪神它的外形特徵融合了非常多的動物，頭說什麼像獅子或像狗，表情非常猙獰身體是擁有人的軀幹，它的翅膀，這就是它最大的特徵了。最大的特徵就是說它背上有4片翅膀，老鷹的翅膀下半身的話，老鷹的爪子，還有一隻蠍子的尾巴。你看古代人的想象力，就是說他覺得哪種生物強，哪種動物強，哪種動物猛，就在創造一個動物，把它全部都結合上去，就是超級強超级猛，是一種加法的融合的概念它還有一個特徵它一定是右手要指上面左手要指下面，這樣子指来代表什麼什麼生命啊、死亡啊、跟創造啊、跟毀滅什麼什么有沒的總之就是這樣。好，然後這個惡魔古代人是拜他的是祭祀他，他跟那個撒旦不一樣但是因為古代人還會把它拿來做護身符考古都有發現就是說什麼以前你只要中邪啦，那你就帶上這種帕祖祖的首飾那就可以把那個魔鬼給他趕走，因為這個魔鬼比較強，所以他就定位就有點像那個黑道黑道的維士，就黑道大哥就對了，他也不是好的神他是帶來毀滅旱災蝗災的惡魔，可是你出事的時候你去拜他，他會幫你把那個不好的神直接趕走，因為他比較大威就這樣。那現代人為什麼會知道他？動不動考古考到3000年前，什麼亞述文明怎麼會這樣？近代他就有名的事蹟有一部影片叫大法師，你記得嗎？大法師最經典的就是女孩整個身體給他折過去，倒立爬下樓梯嘛，对不对？就被邪靈附身，那個邪靈就是今天這個帕祖祖就是這樣。好为什麼說拉布布跟帕祖祖會相似呢？我靠，這個名字就很相似了。不過我相信不是，這一定是個美麗的誤會。就是拉布布中國那邊出來嘛，我們哪有這種形象哪有那種什麼蝗災然後毀滅新生，沒有啦，那不是我們東方的文化這個就是西方牽強附會。美國很奇怪美國的陰謀論真是超級多超級有夠多。他就說什麼這個帕祖祖的分身啦，然後透過這個拉布布的包裝撒在世界各地啦，要進行那麼偉大的邪教的儀式啦，什麼鬼實在看了哇，這是好看啦，不過是覺得美國人的想象力也不知道是豐富還是貧瘠，就這樣。拉布布你看他怎麼樣？其實長相某種地方都對，還是沒有最大的特徵，叫翅膀跟那個蠍子尾巴嘛。不過你看他滿嘴尖牙，人家就說他是惡魔。總之就是這樣，很多那個拉布布真的非常的多然後它還有嘛小只的嘛，可以讓你隨身帶，還有大只的60公分高的通通都有。這個市場我是真的看不懂，這屬於潮玩潮流的玩具但我看不懂，但我也尊敬他，我也不會那麼亂講話，說拉布布騙人還是什麼，沒有，畢竟就是一個合法的商業行為，而且你看它紅的範圍是整個世界，哇，真是要看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學起來。